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共同守护家庭的安全线。我们过去其实看到特别多的案例，爸爸妈妈很相爱，都希望未来好，但是爸爸妈妈抵达未来的方式不一样。说服宽哥能不能学会理财？宽哥是真的不理财的那种人，就是完全不理财。相对来讲，固定收益的一些投资，你敢把100%的固定写在里面吗？你这个固定就是口头上的说出现问题了，说啊我们这里有一条，这个地方数据风险是不保的，为什么要写固定呢？这就是极限用词啊。二胎在哪儿呢？劝宽哥要二胎。给他生个妹妹，我觉得生个弟弟，我觉得这种是不存在的。我觉得他在运动方面是有天赋的，这个时候不练，他可能以后再练的话，他跟上大家的那个节奏就会比较难。说实话，期间你不一定就是能得到这个你的。那你要知道，你可能扼杀了一个奥运冠军啊。创业方面会有一个大概的资金量，20%吧，我觉得20%，对20%。对孩子教育投入的计划会长什么样子？健康体检保养培训要，营养膳食规范要，国际学校肯定先要一个，艺术课要吧？必须的。运动课也要吧？要的。这个肯定要的。哎，这个需要，这个是必须的。全要你就找我贷款，还不出贷款怎么办？所以其实你已经不知道你拿什么还了，对吗？就你发现有时候越逼自己，你越难。太刺激了！哎呦，每次我是说，去年也说这件事情都哭了，没事。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我们3个是第一个上班的吗 ？Yes。欢迎来到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的《初入职场金融记》，这里是人身风险防控中心，代理人早上好。人身风险防控，守护成长，预见未来。请查收 AI 小初为你生成的未来子女长相，你觉得自己与他有什么共同点？天哪，还给我预测了一个龙凤胎哎，有什么共同点？我跟他名字是一样的。不是，这是你的女儿了。我觉得就是长相吧，五官很像。小九这个也像，笑起来像。好甜，你的哇，爱笑啊！你也是甜弟，你的女儿是甜妹。甜甜家族。我昨天晚上就是都有点没睡着，我在这想 AI， 就是因为你跟全玲姐讨论那个 AI 的事情。Yes。讨论的结果是什么？全玲姐说的是这个，虽然它的冲击会很大，但人类终归是会适应的。哦，那是啊，这我也赞同，因为 AI 是更有性价比的选择和更工具化的选择。没错。哟，上班了，扫一下你英俊的脸。未来子女长相。哎，这衣服不是你那个叫什么撕拉片那套衣服吗？就那个。哦，这也是我撕拉片的那个衣服，不是共同啊！你穿的这个背心儿，拍过一张。哎，但这个确实有点像我小时候的样子。这不像我小时候，我觉得。那么这是更好看了还是？那可能更好看了。看他们在干嘛？来，恭迎涛哥归位。欢迎回来上班了，涛哥！哇 ！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欢迎回来上班。听说你们之前很精彩啊！你不知道我们之前经历了什么。九州把客户给感动哭了。他干嘛了？好感动啊！涛哥不理解，涛哥说有什么好哭的？把同事都搞哭了。你们在干嘛？好吓人啊！我没来。好吓人！那为啥他的照片那么小啊？我看不是他那个就是有点抽象。
如果你们有孩子，你们想一个还是？我应该是只想要一个的。我想要龙凤胎耶。涛哥，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啊？都可以啊。啊，都可以。涛哥不是有了吗？涛哥不是有了吗？啊？你？我可以当你儿子吗？啊？什么？你好吓人啊！什么？哇，你好吓人啊！Hello。哦，老师好。老师好，早。各位代理人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樊纯，来自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我深耕金融行业13年。大家熟悉的金融的3驾马车，其中之一就是银行。作为一名银行家，我核心聚焦的只有一件事，基于银行视角的全方位金融资产配置。通过专业化的组合与风控，用多元化的金融工具去实现那些复杂的综合化的家庭目标。我们今天这期的核心主题是亲子规划。哦，所以今天是家庭有关的。就育儿，这是一件需要花费很大的时间、精力、财力，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就确实是有很多需要去防范的风险。那接下来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来自2位委托人妈妈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宽哥，大家好，我是杜若曦，我的老公是严屹宽。我们有个女儿叫小肉肉，今年已经快9岁了。我们对孩子的教育理念有一些分歧，就是我可能喜欢照书养，宽哥就喜欢凭感觉和自己的经验去养。我们家里所有的这种财务规划啊，都是我在做。宽哥是一个完全不理财的人，需要让宽哥尽快树立这个金融防范意识，帮我分担家庭财务规划的压力。哎，你们有对手戏吗？在主语里没有，但是我们当时也是 P 哥的时候也一起，P 哥时候也参与过。哦，哎，你应该很了解宽哥的性格吧？比较传统。一个 J 人，一个 P 人。对。我们听下一位妈妈。Hello， 大家好，我是曼诺，我的老公是叫东丽啊。其实我是全职妈妈。我们家里有2个孩子，一个8岁的哥哥，还有一个3岁的妹妹。我想要给他们安全感了，但是呢，金融我不太懂。我们家一直是我老公在投资。我是希望帮助我看看哪里投资比较好，可以帮动力我的老公更了解一些金融，因为他特别想要学习。很好奇一个外籍的一个母亲，然后怎么样跟自己的这个丈夫以及孩子们去相处。刚才我们听完了2位妈妈对爸爸以及家庭的诉求，接下来我们看看 AI 整理出来有关爸爸的事件。因动手教育孩子被妻子提离婚。啊？是董丽的吗？我也猜董丽，因为我猜宽哥不舍得打女儿。对，应该不舍得。他有个儿子，可能他觉得打儿子。这儿子能打？不是儿子能打意思，你不要挑起对立，我没有这个意思。王雨桐，阿姨怎么回事？我的意思是有可能。翻译了一下。但我觉得宽哥哎。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宽哥。那他信奉严父出孝子，曾因为女儿恋情动手打了他。有一次他打了孩子，我就跟他急了，我说你要再敢动手一次，我俩就离婚。但是现在我们俩换了，我也在慢慢学习如何跟他配合。但练琴没办法，练琴不打练不动的。打手的，我小时候也被打。因为乐器其实都比较枯燥，对，非常枯燥。下一个，用手机参与孩子出生。
哦，就太忙的意思，只能远程。就是他当天不在，视频这样子。那我猜宽哥吧，感觉拍戏。我觉得是董丽哎。雨桐回答的是对的。我的肾一直痛了，他们选择先就是做一个剖腹产，把孩子弄出来。但总理不在我旁边，我不在身边的话，是因为我在拍戏，这拍戏实在请不出假。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孩子我觉得还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哥哥啊，这是于丽丝，对，很多。但现在他很多活动啊，对，我也很想陪他的，但是你没有陪他了。2个委托家庭的信息先了解到这里，那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赛制是个人积分战，最终积分最高的代理人将会成为今天的最满意代理人。但还是想赢的嘛，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你代表你自己全部的实力，燃起了一定的胜负欲。我这个争强好胜的心还是想争一下。稍后从妈妈的视角开始了解家庭所经历的一些风险事件。接下来我们自行选择委托家庭。哦，是自选的吗？对，2组家庭都必须有人选择。所以其实同组的人是对手，对不对？对。来，若曦姐这边，她是对于金融相关的一些方面，我会更能够提出一些建设性意义的方案。想选严屹宽老师，因为最近在追他的电视剧啊，想要去了解一下他。对宽哥的一定的了解，我想帮这位哥哥解决他的问题。我选择阿诺，希望我的专业可以帮助到他们家。随机吧，这是我的选择。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宽屏宝美看好又好看的蔡司泽瑞眼镜赞助播出。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签名照、入场券等超级权益。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嗨，阿诺你好，你好，我是张泉灵。好的。若曦你好，好，二位好。你好，你好，我叫安诺。安诺，你好，你中文好。若曦，还行。哇，你好高。我不好意思，你好美。哦，谢谢。坐。好嘞。我们代理人就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有5个代理人，分了2组，然后他们会跟你们聊一聊，来挖掘一下你们可能存在的风险点会在什么地方。哎，小姨来了，好害怕他又搞一些犀利的问题来问。小姨好，来吧，我此刻还不是小姨呢。嗨，大家好，各位好，各位好。若曦、阿诺，今天是我们的2位委托人，这是我们的代理人，你们带着若曦去这间房间。好，杜老师，请，我们今天轻松，没关系。我要教你们怎么样舒服。叫我敬业就好，敬业，小李也行，叫我小刘就行。那我不客气的，不要客气。哎，老师有毯子之类的吗？要水吗？对，拿个毯子。对，可能给阿姐就遮一下，谢，方便一点。对。哦，真的你好细心。好男孩，谢谢你。哎，还可以。谢谢，小安诺。不要客气。我觉得先好奇一下，就是阿诺姐，你家庭分工方面的话，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比如说谁主外，谁主内这样。Who's gonna work and？这个很传统了。很传统。原来是老公是主外，然后因为我是全职妈妈，我是主内的。好，明白。所以这个主要的经济来源的话，还是爸爸。对，投资这部分也是他。他亏钱亏吗？还是说赚钱？还是说比较平衡？我们有一个失败的投资是，因为我们是投资，我们是开了个餐厅，因为开个餐厅其实很难。但是这个餐厅现在是关掉了的。关了，其实他开了为了我，这是很浪漫的一个东西。为了你。我的梦想的就是一类咖啡馆，所以他用我的名字开这个餐厅的。当年是谢曼诺是曼诺的家，是安诺的家。所以
老妈妈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礼物。是的，其实是一个比较贵的礼物。那您整个家庭有没有一些近期或者说未来一些比较大的规划？比如说小朋友上学，或者说我们是就是法国学校，因为是法人国际学校在对，但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读的，我不太知道是什么，但是这笔钱我还是要考虑吧，因为我想要安排为了小朋友的教育。教育有一笔教育基金是的。其实它浮动挺大，这样的话，因为现在等于说你们没有决定小朋友是出国读还是在国内读，然后以及可能不同专业它的那个价格浮动也会很大。是的，是的。明白。那想问一下，未来你们除了教育之外，会给孩子留下发展基金吗？就是您会有一个大概的规划，比如说这个资金量，或者说像我们就比较具象化，就是一套房这样，会有这么一个比较具体一点的。我是外国人，但是我认为我的家庭是中国风能，中国家庭是的，有这个计划吧，是的，就确实是想给他们都备套房子，对啊，就是干一干，因为我们是有一句话在比利时人是肚子里有一个砖头，所以我们最喜欢投资的是房子的也是喜欢固定资产是阿诺，我觉得他们最大的诉求就是保证自己的孩子把这个教育就是落实，因为他们选择这条教育路线的话，可能是可以耗费很多的金钱的。所以对于他们整个家庭来说，未来会面临很多未知的风险，这也是他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瑞姐，我是梦雨桐，叫我小梦就好。我看过你的节目真的。小九，是的，老师。欢哥跟你一起录过 P 哥。是的。我是文涛。文涛，我已经都搜索过你们了。专业。今天就是想了一个问题，说服宽哥能不能学会理财？因为宽哥是真的不理财的那种人，就是完全不理财。他也不认为理财这事儿安全，他认为别人要我的钱过去要帮我理财，那就想骗我的钱。他是有吃过什么亏吗？没有，他没有吃过亏，他就一直是存银行定期但是呢，就是随着时代的变更，那你是不是要学习新的投资的意识？因为不能这钱你交给我管，亏了的时候你跟我说，跟你说不行吗？要回来去，那这个东西就很难受，就我变成一个承担结果的人。我们应该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同时要决策共担。现在就是决策自己，风险让我一个人担买，然后不太合适嘛。然后我就在想，一个是孩子、老人，我们就是独生子女嘛。二胎呢？二胎在哪儿呢？那你能考虑二胎吗？想要。你们也劝劝宽哥要二胎。你想要？你是想要？我想要，但是我们俩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双方老人呢都没有那么愿意带孩子，所以我们后来就基本上都是自己带。一个娃我还能 hold 得住，2个娃我估计我就未必能 handle 得了。要如果宽哥在不想要的情况下，我说最后就说那你要的呀，你不要说你苦。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最好是跟他说说，就是我希望我孩子他有个伴，家里更热闹，成长不孤单。那这件事如果给我的话，我肯定就是个全职妈妈。但我认为我的价值不只是个全职妈妈，所以我觉得我要把这个精力拿出来一部分，但是还是会有职业的危机，因为职业这个环境变化太快了，你1年不在，大家就觉得你不干了，2年不在，就基本上你就江湖消失了。对，我觉得若曦姐姐是很热爱工作的，就希望还是说可以有自己出来奋斗的这种成就感，对吧？是的，我觉得一个女生，你有家庭属性的同时要有社会属性。我也在努力当中，我不能停下来，停下来我可能就真的止步不前了。我能感受到若曦姐是带着很明确的诉求来的，她和宽哥主要的风险点还是在夫妻之间存在着观念分歧。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他们面临的即将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谢谢，一会儿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哎，涛哥，刚刚得到什么信息？刚才有一个非常棘手的诉求是，若曦姐想要2胎，想让我们去说服，对，引导一下。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搞，这个很难，我也在想这个事情。他有说宽哥为什么不想要吗？他没说不想要，他只是害怕，就是比如说他没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有了的时候就会，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就会被指责，就是你想要的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吗？我可以现在给大家解答一下。如果关于感情应该怎么处理，老师？关于2胎，2胎其实会需要根据每个家庭的经济情况到整个家庭结构都息息相关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哎，老师，我想请教一下，一般就是像你们面向家庭做 KYC 的时候，要聊的时候，就是爸爸跟妈妈意见不太一致的时候，你们往往不一致的会比较多。其实，首先我们会看家里谁主导，因为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对于每个家庭来说。KYC 可以从非常多的维度，金钱的角度、情感的维度、家庭的角度，包括未来发展的角度，然后我们再给出一个客观的建议。好。看得出2位在分享自己的家庭风险时，或多或少会涉及到境外相关。中国平安推出的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一个按钮就能应急，无论居家、户外还是境外，针对突发疾病、自然灾害、意外受伤、安全威胁等场景，提供行李丢失协助、协助就医、安全撤离等38项服务，7乘24小时全程守护。办理岁岁平安骏马信用卡即可享受该服务。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若曦，安诺，我们接着可以聊。好的，我现在会给你们发2张表。你看这里是从孕期一直到孩子8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对未来的担忧都不是凭空来的，它往往是在孩子长大的某一个节点发生了一些事儿。所以你们现在开始回忆了，从你们怀孕一直到现在，找到3个时刻，那3个时刻，你们会觉得作为妈妈是有点崩溃的。或者就让你对爸爸的角色产生了焦虑，把这3个时刻在这个时间轴上写一个关键词，然后告诉我是什么。这是这个时间。哦，你产后抑郁。抑郁症了。第一次当妈妈是很难。哎呦，每次我是说，去年也说这件事情都哭了，没事。这种情绪啊，坦白说，我觉得我们生完宝宝都会有，是不是啊？我其实生完宝宝的时候，我是有这种产后抑郁的情绪，我自己不知道，然后整个人的情绪就变得有点，没那么稳定。我就抱着我女儿开始哭，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张着嘴哭，我没有声音，然后我不能，我也要哭，然后我就抱着她，但是难，就你发现有时候越逼自己，你越难，然后你也不满意那个时候的你自己。我一会儿会带你们去参加一个主题日的活动，叫好爸爸守护大赛。刚刚2位妈妈梳理的3个风险呢，就会藏在这个大赛里面，就希望爸爸们能够理解，你们在某一个时点非常非常需要支持，那个时候他不应该缺席。我们看爸爸的反应如何，以及观察代理人今天是否能够给爸爸提供专业的金融建议。今天我们模拟的是代理人的一个日常工作场景，平时我们也会邀请委托人参加茶话会、亲子日之类的主题活动，通过创造一个轻松的氛围，让委托人愿意敞开心扉，聊聊自己对于家庭的担忧以及对于未来的期许。大家需要给出专业的金融建议，并且要得到委托人的认可。在活动结束后可以获得积分。那现在我们一起前往模拟室，好，出发吧。
哇，好可爱呀！这个也太萌了吧！你看你们的照片，哦，好可爱的娃娃，有没有好可爱？我们家肉嘟嘟的中国娃娃，这是3岁的生日的时候的照片。哦，你们家2个都好帅哦，儿子好高哦。儿子高，现在儿子多高？1米4，1米4啦。你们呢？我们才1米3，很高啊。这也比。我现在发现了，你身上有一股特别不服输的劲儿，就你特别容易那个带着娃卷。我们妈妈们见面讨论的就是说，哎，你家孩子这个是学什么了啊？学什么了？你们家吃多重啦？吃的怎么样啊？多焦虑啊！但我其实觉得他也不用就是非得超过别人，但是就是说看看他普遍值就好了。有色。各位好，各位好。Hello， 老师好，老师好。来，服务阿诺的你们俩坐这儿，然后我们等着樊老师把爸爸们带进来。好，等爸爸，还没有见到爸爸。这是办公区域啊，装修的不错。对，这是我们几位非常优秀的代理人。形象也都很好啊。对。可以。业绩怎么样？现在？业绩怎么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中。你没看到前面放了个金牛吗？业绩说明很牛，你知道吗？好，这就是我们的模拟室。啊，两位帅哥爸爸。哦，爸爸们来了，太好了。哥 ，Hello。Hello。老公，你只能坐摇摇凳了。这个是吧？哥，你喜欢哪个颜色？我都可以。我也都可以。那随便吧。你觉得是因为喜欢什么颜色做的吗？你仔细考虑一下现场。哦。我们是蓝队啊，董哥。啊，对，那没问题了，是吧？我媳妇儿在那儿。我媳妇儿在那儿。你看，爸爸们经常会觉得说你喜欢哪个颜色，这跟你喜欢有关系吗？得看妈妈喜欢什么颜色，对吧？哦，妈妈喜欢什么颜色？对。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地方搞一个叫“好爸爸守护大赛”。然后呢，你们要守护的是你们的家庭，抵御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一个家庭有各种各样的风险，有一种风险叫做妈妈崩溃了。妈妈经常崩溃。这是什么？危险发言，危险。啊，我告诉你啊，就这句话多说，妈妈会继续崩溃的啊！别瞎说啊，我只。所以我要多保护。对。前面妈妈们已经跟我聊过了，所以他们把你们家的孩子，从妈妈肚子里一直长到8岁，他们各自找了3个非常重要的崩溃点。这每一格是能揭开的一张贴纸。所以你们这场大赛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妈妈在哪一刻崩溃了。然后爸爸们需要依次选择并揭开纸条，看谁能先找到妈妈的3个崩溃点。上来就这么大挑战啊！待会儿就爸爸崩溃。对。他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崩溃的。爸爸如果他觉得我天天都在崩溃。然后我们的代理人要观察，因为在爸爸做测试的过程当中，你会注意到他们在哺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他们跟妈妈的观念方式会不会有差别？所有有差别的地方，有可能就会形成家庭的风险点。然后现在严以宽来掀开一个贴纸，猜你太太崩溃过的那个点是在什么时间呢？我觉得孕期肯定会崩溃的。
因为孕期对于妈妈来说，对于爸爸来说都是第一次，所以在这个时候肯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无论他也好，我也好，都在一个完全有可能失控的一个状态里面。你们失控过？失控过。我孕期什么时候失控？现在。来，你说说失控的点。失控的点就是他在孕期。我说实话，我那个时候一直拍戏的时候，对于家庭的这个家务的能力啊是有限的，就是做饭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在孕期的时候，他很多事，你干嘛呀？对吧？对吧？本来都忘了，现在想起来了。来，接着说。所以他在孕期的时候是靠自己去做饭做菜啊什么的，他就觉得在呵护上，老公没有尽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呵护我内心的情绪价值也没满足，那个胃口也没满足，所以那个时候他挺崩溃的。好，那你把孕期这张贴纸剪撕开吧。撕开。OK。最重要的崩溃点不在这里，也就是说你忘记了。你这么说完就在这儿了。有了是吧？你刚才说完之后，我提醒了我，它是我所有崩溃最重要的崩溃，原来在那儿，我忘了。因为老公太好了，后来就弥补了一切问题了，是吗？来，你重新申诉一遍。来，控诉大赛现在开始了。那段日子怀孕之后，我当时就停掉所有的工作，留在上海养胎。他在拍戏，我想他拍戏我就自己做饭，我们家没有阿姨的。等他回来，我想那你总归要照顾我了吧？他说他不会学呀。我不想学。你为什么不想学？他说我做完饭我就想吃，我吃完了我会变胖。我作为演员嘛，我这样我就会变成个胖子，我不想学。但我就很生气，我说你给我做呀，那我带你出去吃。后来我们俩因为这事好像不开心了，然后那天吃饭我做了一桌子菜，是不是咱俩吵架了？吵架了，他就把那桌子给拍了，拍完之后那个菜就撒了一地。然后我当时就想离婚。我一吵架就会想离婚。当然咱俩没有提到那个要离婚啊，当时我就哭了。哭了之后呢，我就忘了。哎，我觉得你这个会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啊。就这个还是非常友好的一件事情，对自己也友好，对家庭也友好，对吧？我忘了。好的，你现场要表示什么吗？因为这个，对，没有被他记下来，但是的确现在双方达成一致的崩溃点。表示的话，跪下，跪下。我已经跪下了。哎，那力哥，你平常做饭吗？平时我是每天基本家里都是我做的。严宽，我必须得告诉你，你瞧瞧别人家老公，这个人在家是做饭的，而且据说做的非常好吃。没有，就每天家常菜做一做。哇，来了，过不下去。关键姐姐太宠了呀，要多做家务。哎，但是我做家务啊。对，这都是洗衣服、擦地、拖地都做的。那分工的算是。那还行，那还是有些。接下来，董力到你了。好，加油啊，董哥！我相信他，我相信他。你会选？我会选孕期。孕期，因为阿诺她是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她就怀孕，然后在那个阶段多重的压力来说的话，就一个外国女孩，然后身边又没有家人，然后我可能那时候工作比较忙，没有在身边给到她足够的一个陪伴，那她那时候其实状态不是特别好。我当时也很担心她会流鼻血啊，然后就反复做噩梦。其实对一个孕妇来说，她情绪这样波动很大。对，甚至她有点那种就生产的那种抑郁跟焦虑。所以说，我觉得她孕期的时候是一个蛮难的一个阶段。你看看你太太的眼神，你觉得你答对了吗？
我有点疑惑啊，来揭开了，对吗？有点期待嘞，看我够不够懂你，够不够懂你？啊，不是啊，哦，孕期间不是啊。他选择比我选择好。所以阿诺姐，你当时在这个孕期的时候，你觉得是一个很崩溃的状态吗？就是对你真实来说，其实肯定是崩溃了，我真的是忘了，但是对的，因为对。但我这样讲起来，是不是那个阶段？你说的没错的。是，那你干嘛不写这个答案？忘了。聊到崩溃的点的时候，能看出来董哥对阿诺姐的这个观察是非常细致的，甚至可能比阿诺姐本人还更加知道。那说明其实董哥是把很多东西他是看在眼里，然后也记在心里，非常认真的去承认这个阿诺姐在这个家庭中的牺牲和她的这个各种不容易。就老公还是不错的。我生了孩子之后，我老公也怕我会有那种不舒服了，所以我们是决定就是给我一个城市妈妈的工资吧。我随便这笔钱随便花，每个月都是有这个东西，所以这样我就是花这些钱没有任何的压力啊，明白？可以就是不用这个很不好意思了，否则你干脆你有很多的不舒服了是吧？啊，我觉得这点你老公做的特别棒，叫全职妈妈工资，是吧？应该工作也是24个小时的工作，这是个无价的，全职妈妈太辛苦了，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点。我懂你哦。这个是爱哦，真的，你好有情绪价值，我觉得特别好的，特别好的。情绪价值给好足啊！我的天，有点羡慕力哥了，说实话。你们家一定很幸福。对，好的老公啊，姐的情绪价值，姐真的是。那个现在打平了啊！哎呦，这有点难，我以为这个是必对的孕期。从我们男生视角来看，我觉得妈妈大了肚子是很不容易的一个阶段啊。我也觉，你看我第一个也是这样。男性视角跟女性视角不一样。你们发现没有？妈妈其实孕期都不容易，但是妈妈经常会把孕期的不容易忘掉。对，因为那会儿大多数的情况底下，她还是会觉得那是她充满期待的一段时间。OK， 然后现在严屹宽要选哪个？我选一，我选一，因为生完孩子之后又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环境了。他要马上去参加一个节目，那个时候他就要立马的从150斤那个怀着宝宝的时候，瞬间要去恢复到舞台上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一般就生完之后你得大吃大喝的，然后再补啊，再弄啊什么的，他不是，他没办法，他在100天之内必须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所以那段时间你是知道他的不容易。对的。好难，知道他的不容易。好，然后现在请观察一下你老婆的眼神，你觉得你答对了吗？哎呀，肯定对。揭开了看一看那个。来吧，来，期待。重返职场难，完全正确。OK， 是的，完全正确。好老公。算，难，真难。因为我很希望能够继续回到演员的这个行业嘛，但做演员的你一下子1年多吧没有出现，那再出来你就需要很多的努力。我怀孕的时候160斤，在生产的时候3个月以后我就参加了个节目叫《演员的诞生》，我就瘦到了100斤。哦天哪！现在回忆，我觉得一定是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程度，然后整个人的情绪就变得有点
没那么稳定。我记得有一天回到房间已经凌晨2、3点了，录完节目，我就抱着我女儿开始哭，但是哭是没有声音的哭，我就自己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张着嘴哭，我没有声音，然后我不能，我也要哭了。反正少哭是可以的。然后就抱着她，然后我说妈妈一定要努力，妈妈要回到自己的工作状态下。再闪，就你发现有时候越逼自己你越难，然后你也不满意那个时候的你自己。所以我觉得想要重返职场，对于任何行业的女生都不容易的。对。很多人觉得是生理的变化导致了我们的产后所有的反应能力下降，其实是多角色扮演，就是因为你同时要完成妈妈的职责，我们而且在妈妈的职责上是不敢说我没有那么胜任。一个工作我们敢说我可能不胜任，但一个妈妈的角色你很难对外公开的说其实我不胜任，这个会让女性觉得非常的羞耻，所以她身上的压力是成倍的增加的。所以这个其实刚才你看2个爸爸都会选择说你们的孕期崩溃过，有一个视角是因为妈妈们会觉得怀孕的时候虽然有难，但是还是满怀希望的。另外一个视角非常的有意思，是一个社会视角，是因为妈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身边的亲人下意识的都会觉得说你是需要被保护的，你是家里的宝。刚生完坐月子，你是家里重点需要被关注的。这个后面慢慢的大家都会觉得说你们是应该的，所有的妈妈都是这样的，这我觉得是女性特别不容易的地方。我说哭了。没事，我是个感性的小女孩。没事，好了，专业。想当自己的妈妈，对，真的把你养大也不容易。我妈妈也是这样子，她生完我之后，很快的时间内就重新返回了职场。她同时又要兼顾家庭，然后又要照顾我，这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特别需要代理人们给到妈妈的支撑结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的观察的视角，就是可能也会给爸爸们另一个视角。说实话，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当父亲的我觉得就是至少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最大的转变就是生出孩子那一天开始。因为那天我觉得非常震撼的一点就是我陪他进入手术间，因为他孩子太大，他是剖腹嘛，然后整个过程我能够看到他的内脏，对，看到他的整个缝合的过程。经历过之后，我就觉得责任就自然而然的就来了。对，我觉得这转变点就是在那个点上。再说要哭了，真的。我们的原则是要找到3个他崩溃的点。现在2个爸爸，你们各自想，想完了就揭开。那我选，那我觉得8岁，我选8岁。为什么是8岁呢？因为孩子可能现在大了以后，他有点不听你的话了，他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个思想，叫他往东他就往西，他会有叛逆的感觉，然后妈妈就会觉得很崩溃。试试看，看看啊，不会又不是吧？又不是就有点尴尬了吧？不会不会。哈哈哈哈！Why？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阿诺？为什么？这个其实我是可以判你赢了的。因为他填的时候填在了7到8岁的中间。你的崩溃点第3个在孩子7岁到8岁之间，然后延续了那么长，打了好多个叉。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7到8岁是什么年龄？什么狗都嫌。是的，8岁好狗嫌。男孩啊，
哦，我们女孩现在还好，女孩好啊，好呆呀、越来越大，越来越就是性格比较强了。孩子大了以后，他有点不听你的话了。他有他的性格，他有他的要求，他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个思想，会否定你的。叫他往东，他就往西，叛逆的感觉。所以你47岁。哦，点是对的。哦，孩子到狗都嫌的年纪，确实是会有。狗都嫌。这是阿诺写出来的话吗？没有，张老师帮他写的，表达是这个意思。一致的。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好的，老公。现在各自找到了一个，来再找。3岁，你为什么说3岁？哇，精准哦！孩子3、4岁的时候，我们俩有一些在育儿上面的分歧。现在这一代好像当了妈妈，我们不会，我们就去学，我就开始买各种书，我照书养。我老公不看的，我老公就会认为这个地方他不听话了，要管的，小孩不打不行的，小孩不说不行的，他就会吼他。我记得有一次，我女儿拿那个东西要跟小朋友玩，然后我老公就说要拿回来。其实我老公管教的没错，他会打到别的小朋友或者打到自己眼睛，但是我女儿不给，拿给我，肉肉，然后就很凶，很凶的时候，肉肉就说哼，就摔了一下门。你还摔门？忤逆你的父亲。他爸说你会摔，爸爸也摔好吗？爸爸如果这样摔会好吗？就是他会用他的方式给他看，他说你看人和人是一面镜子，那个门刚就反弹回来了，就嘣就打到脸了，哭得撕心裂肺。当时我就爆炸了，你要再敢这样对待孩子，我们就离婚。其实哎呀也没真正离婚，其实就是说气话嘛。那我觉得我老公呢，他也爱孩子的，只是他因为没有照书养，所以那段时间我们争吵比较多的时候就在那儿。是我的问题。来，你找。我哎呀，就有点难。我觉得1岁应该也是的，应该也是的。哎，产后抑郁，产后抑郁。对，产后抑郁。阿诺的第一个崩溃在孕期和1岁之间，那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抑郁症了。哦，你产后抑郁，你怎么知道的呢？一直在哭啊，就是哎呦，我觉得这很难完全走出来。哎呀，不好意思，就是也没有不快乐的，就是个激素水平会让你整个身体的这种变化。是的，是很多妈妈们会碰到这个情况的，就是刚我生完孩子就是会有那种抑郁症，无法控制的。所以就是第一个我比较有这个抑郁症，但是可能也是有一部分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大概生孩子应该是23，那么年轻的时候，但是那时候就是也很小的，所以就是因为我是爱哭鬼的，我喜欢哭的，所以就是但是中国爸爸妈妈会保护我，或者是很心疼我，所以好了。所以那会儿你是得到了董力和他父母的很大的支持的，对吗？那时候我是非常非常担心他的。那我一有空，有1天时间，我就会飞回来陪他。对的，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多的时间去陪伴。哦，那就很好。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他崩溃的点，看看你们还能不能找到。然后2个了啊，还有一个，哎呦，还有一个就有点难了。没找对。为什么说6岁？就是上学嘛，该入什么学校啊，该怎么样进学校啊，该去如何选择？那你没有吗？没有吗？丽丽，这个是难度的，真的很有难度，2岁3岁。
我觉得5岁吧。为什么？你跟我说。因为5岁，我觉得是二宝出来了会更辛苦一点。哦，哇，他的原因很好啊。你怎么都没想到呢？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第2个宝宝虽然让他累一点，但是没有让他那么 nervous。因为有经验了也是。对。来，还有一个，你们再找找看。那就7岁。7里面没有吗？也没有，那你后面越来越爽。哎，那8肯定没有了，8肯定没有的，肯定没有的。哇哦，没有了，哇哦，哇，后面越来越爽，越来越爽，是不是？我觉得活得越来越潇洒，是吧？感觉后面都没问题了，也就是前3年啊。哎，这2个爸爸打平局打得太神奇了，就是最后一个都得是最后一张才找到。2岁啊，可怕的2岁，可怕的2岁，我买过那本书，Trouble 2呀，对。可怕的2岁我们都懂，是不是很真的，我觉得这么乖的宝宝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他会顶嘴了，这是怪兽吗？感觉有时候我是跟他说，我是不是我在说，我的中文跟他的中文是不一样了，我们就是他的中文已经超过你了，是吗？你别这么说，都是没错的。上海话也比我好的。可怕的2岁，我们同时一起经历了。他写了这个，可能我当时因为重入职场之后，我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工作的方向，然后我觉得我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也能够给家庭带来价值，也能够陪孩子的过程。但是我不可能有全部的精力，尤其是2岁小朋友是又爬，刚开始走，跌跌撞撞，他需要有一个全身心的人陪着他。那找的这个过程就比找对象还难。所以这事儿是你一个人干的，严一宽没帮着忙？没有，我现在已经是家里的 HR 了，我有一个表格，新的工作的。我们不是测那个人格测试嘛？我在生宝宝之前我是快乐小狗，然后呢，现在变成了指挥官。感谢严一宽，感谢婚姻和生活，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指挥官。他从一个 P 人变成了一个 J 人，指挥官。这指挥官不是一天能塑造出来的，他是10年如一日的让你执行力、HR 的面试能力、事情的统筹能力、时间的规划能力。逼着你一点点这样子。可怕的2岁哦，就孩子的 Trouble 2。哦，是的，是的，是的，也有道理。你看，你们俩彻底打成平局了，太好了，对吧？我是半斤，你叫8两，耶，半斤8两。谢谢你，老婆。老公，你又想到了什么？你快提醒我一下。因为你后面不崩溃了，我搞定了呀。为什么我这4岁到5岁、8岁没有写任何事情？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多让我特别崩溃的瞬间。因为他把爸爸理顺了。对，我臣服了。在3岁、2岁的时候，大家理顺了，所以我老公后面4、5年做的还不错。现在呢，天天跟女儿说：“爸爸爱你哦 ，I love you， I love you， 全是女儿的照片，对不对？还有你呀。哦 ，sorry。太棒了哈！这个游戏其实是一个互相沟通，哪一刻我需要你的游戏。然后呢，我们现在要给到两边的代理人访问2位20分钟的时间，然后他们就要给出第1次的建议书了。OK， 我们可以做到。来，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2中午12点双更会员抢先看。打开芒果 TV， 搜索芒果勋章馆，完成初入职场勋章任务，解锁多枚专属限定勋章。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哎，你们都结婚了吗？涛哥结婚了。你有孩子吗？还没有啊。就是今天这次等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提前奶爸训练营。那你有点早啊。我们提前。那你们有点早。我们提前，我还在学习。OK， 太好了。哎，我怎么以前没有这种节目？对呀。多学习学习。天哪，这撒狗粮！哎呀妈！所以现在宝宝就是陪伴师在带他，比如说你们在出差异地的时候，他在家里就是照顾他，对吧？对。现在每个月开销大吗，姐？大的。其实我当时找之前我也犹豫过，我觉得呀，他的工资其实很高，对我来说，我觉得肯定比阿姨工资高很多嘛。比什么育儿嫂这些都会要高的。对。
但是阿姨的就是对她的教育没有太大的帮助，对，所以肯定是我们要自己去教育的。对，我想知道以后教育这件事情会产出很多很多的费用，就是有没有预防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托底的一些费用，就是隔离的一些账号呀，为了以后未来小孩想做什么，留好足够的钱了吗？我不是在努力工作吗？之前给肉肉买的那个基金是等他成年还是什么时候拿出来呢？那个时候是。我其实是给他买了一个小教育基金的，就在他出生的时候。是保险的性质的啊，对，保险的形式。我希望那个钱是可以到18岁取出来的，就是可以一直到18岁。对，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比如说一个中学，一个很好的一个中学，或者是我们希望能够进的中学，对吧？我们这些钱也要准备。现在除了肉肉，有哪些，比如说长辈就是要照顾或者抚养的？公公婆婆、我爸爸妈妈，我们4位老人，然后我们就一个孩子。我方便问一下，他们大概现在年龄吗？年龄，婆婆75，公公77，我不公公马上快80，就是当老人年纪大了，80多岁了，他真的如果身体摸木头啊，有一些情况需要人去照顾，这你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对，就像我们就说找阿姨这件事情，这都不是说你家里有没有阿姨的工资就可以的，你也找这个人，你得放心他照顾你的至亲。如果一旦找不着，你是不是要停工照顾老人？其实停工是一个经济损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繁重的护理也让人很崩溃的。是，我在想，希望能有一个养老机构，好到让我们觉得放过去非常安心。有很多这种康养机构的上海。所以，因为知道宽哥和若曦姐，你们有一些投资理念的差异吗？说服宽哥能不能学会理财，因为宽哥是真的不理财的那种人，就是完全不理财，就一直是存银行定期。我其实从我大学一毕业我就开始自己投资，我投资这么多年，亏亏盈盈赚赚，我还是赚的比亏的多。那你现在双方有达成一个一致吗？或者说拿出来多少钱去用于可能有一些风险的投资，哪些用于托底这种，有商量过吗？宽哥不商量，宽哥不商量。商量一下吧，现在是商量一下吧。决策都是您在做是吗？不是，我会跟他主动找他商量，他的态度就是尽量不做，不要做任何有风险的，除非是朋友，比如朋友说你投我这儿，我们保你。也不是，我也不太会。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首先一点，你等于是你跨了行业，你对一个不了解的行业进行所谓的投资、所谓的管理。那首先一点，管理方他是干嘛的？他也要赚钱嘛。对的，他是要从你这笔钱里面赚钱的。可是风险是我要承担的，对不对？因为他是把钱拿过来帮你做理财，有了风险大家都亏，但问题是不是他把钱拿出来的呀？是我把钱拿出来的呀。你觉得赢了是你们俩一起赚，那亏了是你一个人亏？你们的钱是全部放在一起管，不是分开管，对不对？对。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一个方案，我们分出来一些账户，就是比如说我能拿出来一部分的钱，我可以允许若曦姐去做一定的投资？他肯定会去做他的选择，但是并不代表着我完全支持。但是我是信任我太太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个情感上的东西，理性我是不赞同的。那情感上我是可以去做的。这就压力山大了。那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这样的账户，跟你说你基本上可以保你的底，然后有一部分收益，那你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吗？
关键这句问题叫做基本上，没有本上，对不对？哦，我理解了，就是宽哥一点本金损失都不能接受。不是，你就像买国债，国债它是按照年龄，它一定会给你的。对啊。对，但是其他理财并不是这样的。我原来觉得他不了解这件事情，但没想到他就是完全抵抗，就是不，我就不碰这件事情，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宽哥是一个很难说服的人，有点小固执，所以我当时心中已经想到了，他们是不太可能说服他的。力哥，我们先了解一下你们的需求是什么？就是子女方面。对，其实我是有很明确的一个需求的，因为我们家有2个小孩，他们现在的教育的一部分的资金或者未来学费，我是想要预留出来的。可能我希望做的是有一个储蓄险，然后未来给我有一部分现金流，能覆盖孩子到18岁的一个学习跟课外班，甚至给他们在生活上未来有个托底。好。阿诺现在他未来要生活在中国，我希望给他有一份就养老保险金啊，有份工资这样的保底，他可以保证他生活的一个好，养老年金、教育的储蓄，然后有了这个保底以后，未来可能我还想做一些创业，那创业上面肯定也会有资金跟支出，那就把这一部分的创业资金可以先隔出来，然后我底的有个托底，然后我也想要有个增额收益，然后我表达清楚了。好，我觉得你表达很清楚，然后包括你的这个需求也非常清晰啊，这是很好的。那刚刚你说了底层的这个东西的话，它其实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重点需求，所以它是有非常多合适的产品可以去做配套的。然后在此之外，还有我们要排查一些就是没有被提到，就我主动去提出的风险。健康方面的话，我会觉得如果你们的健康出现问题的话，那肯定孩子这个钱也就都变成了虚影，对不对？是。那在健康方面，你们给自己购置的保险？健康保险其实是有配置了，其实我们有医疗，还有那个重疾。可以，那没有太多可以担心的。对。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你提到了，希望说到18岁之前都帮他们选好学校，然后给他们报好兴趣班什么的。但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像早上跟阿诺聊的，他这个区间会很大。他说主要是根据孩子的兴趣去选择未来学还是说什么的，可能那个浮动就会很大。明白。还有我儿子现在在学击剑，还就像他的体育培训，因为我觉得孩子的体育教育很重要。哦，体育培训。那现在体育培训的话分2部分，一个是教练费，一个就是你出去比赛的费用。其实这一部分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开支。我还希望孩子是全方面的一个发展。好的。对，所以这2块投入会比较大。好呀，那创业方面呢，会有一个大概的资金量吗？比如说刚才提到预留。大概。20%吧，我觉得。20%，对，20%。太多了是吧？那就10%。对，因为创业来说的话，因为我之前有做过比较重的、比较大的投资，但目前会偏保守一点。说的具体一点，就是像阿诺他比较喜欢做手工，我可能想给阿诺做一个手工坊，就比较轻一点的，因为我们可能也是通过线上的平台，明白，先让大家看到，然后我们在线下去做实体体验。哒哒哒，做好啦。因为我看你现在自媒体其实做的蛮不错的嘛，尤其是像手工这种，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考虑说跟那些店铺去做一个联名，做一个互动，对，做一个快闪，相对会灵活一点。对，而且有时候甚至你还可以通过这个快闪来获得一些收入。对，因为我们有很核心的一点，是因为我们有2个孩子，所以说我们对风险这2个词我会管控的比较严格一点。这合理的。就保底的上面的话，就有一个给家人啊、给孩子们有一个托底的一个安心的一个资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刚刚这个建议就非常切中你的要害。但是如果你是这个去做一个快闪这样子的形式，其实是某种意义上把专业事交给专业人去做。对，认同。力哥他已经配置了一些可以去抵御风险的工具，但我们也还是会有一点点担心说，因为他们毕竟有2个孩子，而且未来可能也会有一些可能比较大的教育类的支出，所以会更加希望说能不能给到他们一些比较切实可以落地的方案。然后虽然你们是2个团队，但我们今天呢是一个个人积分赛，所以你们现在可以每人给对方一个最重要的金融建议。
由你们的委托人来选择，他在这个时点上更信任谁？哇，这个好认真呢。最重要一点就是本身董哥现在就是你们现在没有太多需要担心，因为你的保险配置以及这个金融理念都是非常超前的。那从这个知识的这个补充领域会发现，还有一些小的产品可以给你做一些简单介绍，比如说刚刚说到的，你们是这个家庭的这个顶梁柱，那这个寿险的东西其实考虑到年龄不是配给父母，而是配给你们自己的话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寿险本身它的杠杆撬动力也比较强大，比如说你万一出事，那你孩子这个钱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话，定期寿险反而是一笔比较便宜的钱，它可以撬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杠杆。哎，你这个倒说得很好啊，我得给我自己配。真的是，而且有一个词叫错配，错配就是因为你想要保护你的孩子，你就给孩子去买保险，对不对？但实际上你要保护好孩子，尤其从金钱的角度去出发，你要给自己配。然后这个受益人可以填孩子、填父母都可以，但是这个真正这个保的这个被保险人必须得是你自己，因为你现在是这个你们这个小家庭的顶梁柱。认同。也谢谢你给我提了这个寿险这个事情，我确实要考虑小孩，我要担心身体，毕竟对吧，年纪也上去了，这个还是一家之主，要顶梁柱要撑住的。顶梁柱要关心自己的安全。没错，对。那我的话，可能刚才刘璋他说的就是比较全面了，因为刚才包括说早上阿诺其实提到说希望说开一个手工坊的这么一个形式，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它可以先考虑用一个轻资产的一个状态去运行，等于说我们开设一些网店，然后在线上先把我们这个 IP 运营起来。更好的选择可能是跟当地的一些服装店，或者说跟一些文创店去进行一个联名，然后用这种方式去先开启，或者说来先进行一个试错，我觉得它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谢谢小李，谢谢小李，这压力好大啊！这我很快的分享一下自己经历吧。通过这个节目，因为我本来也不做任何关于保险的一些投资，但是我发现其实这些事情是没那么让我们被吓到的事情。就我还是希望哥可以 open 对这件事情，因为我通过这个节目我才知道，其实风险很低很低，且你只是把钱放在这里，它也可以增长。我们是熟人，这件事情是很值得去真诚对待的。就算他觉得，哎，你现在在努力的说服我，但我觉得想让他感受到，就是我现在真的是为你考虑的。宽哥，我简单补充一下，因为我总结下来，宽哥和若曦姐，你们的主要风险可能是女儿，然后双方的养老。子女的父母的养老，还有投资理念上的，那我觉得你们最看重的，以及肯定是你们的心肝宝贝女儿。那现在其实考虑到我们已经有了陪伴师，然后他包括马上要小升初，他还在学我们钢琴啊、舞蹈啊，可能有一些固定的这种兴趣班的费用，还是一笔比较高的教育基金。那其实趁现在二位的事业都在蒸蒸日上，发展的非常好的时候，我其实会建议双方去存一笔给女儿未来的备用金，它可以被叫做一个保险金信托。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而且保险金信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是帮他去资产隔离债务风险，包括他未来结婚这笔钱也是只属于他的。那这个一定是我觉得双方父母最想要看到的，给女儿的一个托底的保障。因为我也是女生，就是我妈妈也是给我买了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会觉得很有安全感，我会觉得我的生活有很多选择可以去做。所以这个保险金信托我是觉得可以建议双方去考虑的。我就根据这个，因为早上跟若曦姐也单独聊了一下嘛，就是我自己的体感上可能就是，两位在自己的这个投资或者说资产理财配置上面是有一些观念不太相同，不能说分歧吧。其实出于的是同一个出发点，就是都是安全感。那我觉得你们两位可以在这个点上达到一个平衡。我提的一个小建议就是可以把你们的所有的资产去分为3部分。首先，第一部分大概可能50%到70%左右。宽哥认为绝对安全的这个方式就是，无论你是就存银行或者是什么理财，你认为可以保本不会有任何损失的，我们就把钱放在这部分。然后在一个可能20%到30%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可以接受一些相对来讲固定收益的一些投资，然后那这部分双方可能都能够去接受，然后剩下可前提是
固定收益。对，你敢把100%的固定写在里面吗？不可能。就是您对不对？你这个固定就是口头上的说，你可以全给我，然后到时候出现问题了，说我们这里有一条，这个地方数据风险是不保的。那这个固定为什么要写固定呢？这就是极限用词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害怕碰到极限用词。如果说你的钱一直放在活期里面，你永远不去动它，它就是一个损失，它是时间成本的损失，它是要面临货币贬值的损失。可能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很快的在短时间内能够建立起这个信任。那其实再多的，无论是说科普也好，还是关于这个金融的这个讨论也好，就是在他对这件事情很抵触的前提下，那你说什么他都是听不进去的。你认为你现在能够接受的是哪些？定期，国债定期我觉得可以的。国债定期，那我更改一下我的建议吧，90%我们都放到定期里面，然后拿出10%由若曦姐自由支配，这样你可以去。那完全不是全在他那儿，然后全他支配都没事儿。对，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去了解和关注一下他支配的这个结果。就是如果说，比如说1到2年之内，或者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再摊长一点，这部分的带来的一个收益或者它的稳定性在你的接受范围之内，或者它是有这个收益的，我们可以逐步的去调高这个比例。这样是不是能够让两位的这个投资理念更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同时也不会让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安全？我们现在要让双方家庭开始选择了，选出你相对此刻满意的代理人，并说出原因。好难选啊！我知道我怎么选了。你选我们？选我们？可以，康哥你选一个，然后郑浩文我这再选一个。我帮你们选，你帮我选是吧？不要为难他们了，从我们这选了。每个人都很认真，我们真的很难选啊。OK。那我先说我的理由啊。你说你的理由。其实小九刚才给的那个建议我很喜欢，就是他让我们俩先学习能够一起投资的理念，因为投资并不是说贸然的你推给我一个理念我就要去做的，去买这个产品的，而是夫妻要达成一致的。但坦白说，其实真正能说服宽哥的是你，因为你可以痛下决心，直接直面问题。这直面问题的时候呢，能够切中他心中的那个要害。因为我这次来，也就是希望能够我俩达成共识，在未来的人生的这种风险过程当中，一起学习这件事情，然后来共同把握这件事情。我觉得3位都挺好，但是如果站在我的角度来说呢，我想选一个女生。第一呢，我认为她关注的那些点都可能是我生活中我会在意的一些地方。其次呢，因为她是女性，她能够感受到作为妈妈现在的一些焦虑和未来风险的一些把控。然后再者呢，她也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计划。她刚才说的那个风险的这个方向也确实是我很重视的。如果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托的形式，你的隔离的风险也好，孩子未来支配的风险，给我这个建议我很喜欢。不能说太多好话了，好了，飘了。好，那就这组暂时孟雨桐积1分。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就是说，是因为我觉得小刘可能在寿险这边，因为我可能觉得我还年轻，他刚刚提到很重要一个寿险，我觉得我还年轻，可能我就给我父母买了。但他说到一个关键点，其实我越年轻的时候越买，其实一个是它的投保额会更低，撬动的杠杆会越大，这个其实我会会更多考虑。但我也很期待小刘跟小李给到我更多的建议，因为小李也说到他有创业的一个经验，在未来上面我也想跟他有更多的交流。我可能先给到小刘这边。我会选择小李。那听老婆。因为我是要自己开一个手工坊了，那他会给我一些建议，就是比如说线上还是线下，然后 IP 之类的一部分，我觉得蛮好用的。
你说了算哈。如果说了算。听老婆的，听老婆的，听老婆的。就喜欢这样说了算的。听老婆的，对对对，还是要听老婆的，听老婆的。好，行，没问题。It's okay, it's okay. I'm still gonna do my work. 然后那个，所以呢，这边敬业积1分，这边孟雨桐积1分。深夜灯还亮，时间静默成江，迷雾里有导航，独行也不慌，让承诺凝成钢，给风险做减量，年轻的旅程通往从容的远方。清澈如灯，爱是归航，波浪甲方安然向阳，桂花为影照亮迷茫，青春作伴不负双亡，让未来见证这守护的力量。当变数轻轻扣撞，时光漫过手掌，一直温柔守望，换未来晴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出入职场金融季，解锁更多独家互动和幕后花絮。上微博带话题出入职场金融季发博讨论，有机会获得节目嘉宾专属回应，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出入职场金融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